自从上次直播之后呢，大家已经有看到了哈。好，这一张是大家已经有看到影片了哈。那我也是乱画出来的。不过我会建议大家学习这张纸砖的话，你可以专注在那个底下的染色的部分哈。染色这个方法很好用又简单。OK，这张纸砖我自己很满意，画得很开心。好。那然后是这一张，这一张就是我们的会员课哈，这个是大渔村的进阶课程综合技法练习。这一张主要是在讲解这个哈，绕来绕去的这个线条，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共识会的时候，我们有抽到一个图样哈，叫做 Twisted Rope 哦，扭转的线条，翻转的线条。因为它需要花一点时间讲解哈，我担心在直播里面会时间不够，所以我就另外又录制了一个会员课程，哦，那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，让大家可以呃反复的可以学习。啊，那这一张画的我自己也是眼花缭乱的哈。那其实基础的技巧学会了，怎么变化都可以。哦，然后最近好像有在流行一种棕色的潮流吧，叫做米拉德啊，叫美拉德风，就是这种棕色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搜索一下。然后是这一张哦，我平常比较少画几何图样，这个是我今天下午画的，哦，那自己画的觉得还蛮开心的。这个会有影片，这个会放在11月8号，我已经设定好了11月8号会公开分享。哦，是一个蛮有趣的画法，很简单，OK。那另外就是都在准备我的，实体课哈，工作坊，我有这个半透明的纸砖，这个是一张。我都有分享在我的脸书的粉丝专页啊，这种都是很好玩的。我个人蛮着迷于画这种半透明纸砖啊，因为它跟一般的纸砖完全不一样，它蛮有挑战性的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壁珠砖的练习，我自己也在复习功课，准备课程的同时也在复习功课，双面的，OK。像这个马拉苏这个图样，画起来就很有趣，就很像一个海螺，对吧？哎，这张我也蛮喜欢的，而且这个是尝试一支新笔的效果，哦，然后发现了有一些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，蛮有趣的。那我都会在实体课里面会分享，哦，希望有空的同学都可以来参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上的一个认证 Project Pack 5 EP05。哦，它是在2019年4月4月的时候，它是 Centennial 公司发布的。OK，那它是有一个名字叫做 Catoche，这个法文哈，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，叫做 Cartouches。好，Catouche。好。它如果说你用 Google 翻译的话，它的翻译会是墨水夹的意思，墨水夹的意思。那其实在我当初有从头到尾有跟的这一个项目哈，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框的意思，有一个怎么说呢？container 吗？不能说是 container，就是一个框，一个 friend 这样子的东西。你可以是一张照片，或者是一颗纽扣，或者一根钥匙，或者一张贴纸。哦，你去把那个框把它画出来。我们今天就用这一个为主题啊。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主题？是因为其实我有蛮多人跟我反映，就是说对大家在画缠绕里面很大的困扰是不知道怎么构图。哦，
那我最简单的回答哈，就是如果你的学习时间还不是特别长的话，那我会告诉你，其实我们一开始画的暗线它就是构图哈，插画画其实不特别讲究构图。那如果说你学了一段时间，你觉得暗线一般乱七八糟的暗线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时候，那时候再来考虑构图。确实如果你考虑到构图以后，它就会进入到 ZIA 哈，就是缠绕画延伸艺术的范畴里面，它确实还是有构图的哦。那构图，一言难尽呐，确实我们不是美术系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一套一套的理论，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是觉得这个 Cartouche 这个东西，其实它也算是构图的一种，而且还蛮好用的哦。那接下来12月已经快要到圣诞节了，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学习起来，可能可以应用到画圣诞卡片，或者是画接下来的春节，我们可以画红包袋。用这个方法其实很好用。我们等一下一样还是会用那个 Art Raffle 这个 App 哈，那我们可能要稍微挑一下可以适合做框的，或者是适合做主题的，我会视情况做调整。好，这个是暗线哈，是我们这个先放着，先不管它，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框哈。Wave Up，这个图样其实很棒诶，我想想看哈，我们多点几个好不好？我再来决定。因为之前的共识会我们都是随机抽到图样，我们就直接画哈。那因为已经画的蛮多了嘛哈，那我们还是要稍微有一些改变，不然老是一样的就不太好。这个可以作为是一个框，那我想一想哈，再一个，嗯，好。我们抽一二三四，抽5个好了，在5个图样里面来看。这个啊，惊呼不要，我们之前有画过了。惊呼不要，哎，跑掉了。再一个，蜜蜂，啊，好特别。好，我们现在有这个不要哈，我说我不喜欢它，我要把它删掉。一二三四，再来一个。好，between 的这个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有5个图样哈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在这个5个图样里面来做变化。来，我们一样哈，那感谢感恩是我们缠绕画基本8步骤的第一步，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，然后容许我啊，在直播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意外的状况发生。好，稍微做一点框，然后好，我决定了，我们以 Weibo 为主题，然后在它旁边画装饰。它也是 Cartouche 的一种。一开始是先画5个点，一二三四五，它是作为我们画开始的基准。好，然后它又画3个这种所谓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 ABC 的 C 吧，就圆弧哈，以我们那个铅笔为顶点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就是它两为一对哦，就这一个跟这个是一对，那我们这样子要画过来，画一个圆弧。好，重点是在这里哈，这边会产生一个米粒的形状，是这样子。OK，那我们旋转纸砖，好，这个地方把它画出来哈，强调出来，每一个都一样。
好，这样子画好了之后，再来下一个步骤。哦，这个我们刚刚画的这个圆弧，给它一个光环线，宽窄你自己掌握哦。里面这里一样哈，就是也是画一个光环线，就是一开始的那个 C 线加一个光环线。对，接下来你看哈，我们以这一个为主，这个我们上面就可以延伸出去，对不对？这里这样子，可大可小哦，看你的空间哈，可大可小。因为哈，你看我这两个的距离，因为我放的比较大，所以这边就变得好像比较宽一点。其实这个造型也是蛮可爱的，对吗？我先画一个圆圈，这个是要保证我这个就是前面那个5个点哈，不会太离谱。5个点，好，开始画了哈。我这个就是用01号的 Pentel Point Liner 01黑色带针笔啊，你用任何其他的笔都可以。好，我们从这个点开始，我们要来画圆弧的。那我会稍微放开一点哦。对，好，第二个就是画圆弧，哦，就是一个盖子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米粒把它补上。你可以看到，我其实并没有画成很圆，不需要很圆，我觉得不圆才自然一点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光环线甚至也可以有粗细的不同变化，就是自然一点，不要担心。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手会抖哦，我的手也会抖，所以当我们这种画的手抖或者是形状不圆的时候，别人家看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故意的，是不是？”外面的画完以后就画里面的哈，一样光环线。超过我们之前铅笔画的那个框也没有关系啊。这边我就画一个短一点的。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连来连去，然后把它们绕在一起的图样，因为我觉得会很好看，而且还蛮考验我们的逻辑能力。我发现刚刚好像漏讲了一个步骤诶，里面没有连起来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告诉大家。刚刚忘了讲的步骤是里面这一块要连起来，这里它会连成一个圈圈，这样子才完整。从这里这样子连过来，OK，这边连到这里啊。
来，大家看到这个没有？好，这个其实还蛮常应用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就来把这个放到我们这个中间这个地方，这个米粒形状的里面，很简单吧？哦，一点都不困难。我们直接画了，这个就不教了哦，直接就是在这个里面画这个，我就常说这个是豆荚。我以前应该有讲过哈，豆荚有两种情况啊，也就是我以前说的那种珠子啊，豆荚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画法来。一种画法是每一个圆圈它是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分开的，这样子，也就是这一个哦，那个 App 里面这种画法，每个圆圈是分开的。那另外一种画法是，就是它好像有叠起来，就是在豆荚里面这些珠子、这些豆子呢都挤在一起，好，所以我们左右两边的话都只是画一个 C 字，哦，就是好像它们是有重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，好，是这样子，有两种不同的画法。那我个人比较倾向，我喜欢呐，个人喜好，我喜欢画这个。哦，那曾经在某一次不知道什么影片里面，那个 Zentangle 创办人 Maria Thomas 哈，他曾经也说过，他自己比较喜欢画这种哈，这种他比较挤一点点这样子，都可以，没有对错，好，看你自己喜欢。哦，你看我在这边我画出来的就是稍微比较挤一点。然后把那个缝隙的地方哈，就把它直接就涂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不一定要画在正中间哈，你看我是稍微偏一点，哦，从一侧开始，画仔细，你把每一条线都仔仔细细的画好，会比你很快的画完一张，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说一次一笔画？就是那一个笔画要把它画好，不要毛毛躁躁的。像我的个性其实是蛮急的，可是画缠绕以后，感觉整个人会很稳定，不急不徐，慢慢来。手会抖是很正常、很正常的事情，线条会抖也正常。OK，手抖可以是你的特色。嗯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图样的画法哈，它很简单，它正好是一个条状的图样。首先是从一个弧线开始，啊，任何线条啦，反正就一条线开始，啊，然后它会有这种比较小小的这种凸起吗？一棱一棱的这样子，它的弧度不必很大，当然你要画大一点也是可以，有点像新月那样子，可是比较扁，哦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很可爱的，我看看它这有没有什么规律，好像也没有，哦，就画这种，来，我们这样子好了。
这种看起来就比较像是一个 U，开开的 U，或者如果你倒过来这样子的话，是我们注音符号的 mo，对不对？哦，反正就这个形状，哦，稍微有一点点距离，就这样。然后好，嗯，很可爱。这边因为我太挤了，这边哈就每一个这个 U 的中间哈，就用画这个小的线条做装饰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最后的话，它就是关于阴影。我想阴影是它组成的结构的一部分，它就在这个里面画。我现在画的比较草率哈，就是只是示范大家这个怎么画的，然后用纸擦笔把它晕开，晕出来，往外面晕。哦，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，把它弄出去，整条都画就是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图样还蛮特别的，第一次画，有点意思。嗯，好，应该很容易吧？我们就来画在这个上面。好，这样我们要怎么样跟这个结合呢？好简单，我们就是画光环线。我们在这个 Wave Up 这一个图样外面就画一圈光环线，距离自己掌握啊。好，我要换一支粗一点的笔了，因为这边有涂黑的部分哈，所以我就拿一支粗的笔。这个是1号的哈，樱花 Graphic 1。好，我们就在这个刚刚画的光环线这边哈，我们就开始画这个扁扁的新月。诶，然后可以有大有小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一圈画好了之后，就是画那个扁扁的 U 型。哦，那我们这次就是注意要稍微把那个距离要抓出来，我从这里开始吧。好，我们这个边可以稍微做一点圆画，让它有一点点变化哈，稍微带一点距离。好，这边因为很边了哦，就画一点点就好了。我这一框就画出来了哈，然后画这些小小的线条。
好，那我这边就要来画它这一个的阴影。我觉得这个的阴影哈，外面这个的阴影是这个灭府这个图样的组成的一部分，它是包含阴影的。好，用纸擦笔把它们往外面推出来。好，我们先画一个，这个应该是插。诶，我们上一个直播也有这个图样嘛，对吧？嗯，好吧，反正就是米字形，或者是反正这种交叉的图形，这个很简单咯。然后以其中一个三角形为范围哈，那我们是从其中的一个点这样子轮流交错的这样子画。画到你满意为止。OK，那特色就是说在这边哈，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弧度，这样子。其实这边也就是一个原画的概念啦，看你要原画哪里都行，然后每一个角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以这样子直接画下来，我们就交叉，就这样子吧，好吧，随意啊。然后我直接画咯。然后我把这个空的位置一样加粗原画。那我们最后来应用一下哈，诶，我们这样子每个图样都应用到了，我们只取这个图样的局部哈，这个图样它就是有这种放射性的线条哈，我们就来放在这个部分哦，这边我就不单独去讲解了哈，直接看这个我怎么画，这样子，然后上端就是加粗，有一点像就是水花这样子溅出来的那种感觉。就是像这样子，然后把每一个都画起来。其实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自己能画画，是缠绕画给了我很大的自由。那我们要开始来画阴影了哈，这个地方最容易的就是这个地方，先画起来。我们里面的珠珠不单独每一个去做阴影了，因为单独去做其实没有太大意义，因为我这个珠子比较小，你如果画的比较大，你可以单独每一个都去画阴影。那我这边就是用整体做一个概念哈，我就把它当做是一个，
所以我就是在两边这样子，左右两边，然后稍微擦一下，然后拿白炭笔中间补一下，让它比较亮一点。中间不擦也可以，哦，就这样子重复。在这个外面这里哈，我要给它上一点点高光，稍微就顺着这个弧度哈，这样子给它来一点。拍照的时候会有影响，现在肉眼看可能觉得还好。然后棉花棒稍微擦一擦，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一些扣在一起的这一些哈，左右两边上一点阴影，就是每一个交叉的位置都上一点阴影。这个完全是很细致的功夫哈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一点点就好。用纸擦笔把它们推一推咯。我上次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忘记谁在说了，说有的人呢，在学缠绕画的时候是很不喜欢画阴影的啊，那也 OK 哦。虽然说阴影是缠绕画8步骤的其中之一哦，那不可否认缠绕画不是，对不起，不可否认阴影呢，给缠绕画带来很多视觉上的效果，立体的变化，确实功不可没。但是你如果就是不喜欢上阴影的话，那就不上，它也可以成为你个人的特色。OK，我个人是还蛮喜欢上阴影的，因为效果很棒，可以甚至也可以用不同的笔材来上阴影。好，那最后这一个我就这边这样子吧，一点点，固定一个方向就好。中间这个图样哈，因为它比较小，相对来说只画在这一个中间哈，它的面积不是很大，所以我阴影就只做这样子，不做更多更复杂的哈，就这样子就好了，就是蛮好看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哈，决定一下你哪一边要做上面，哪一个方向，其实都可以。
我要这样子看，主要是我要决定接下来的阴影要怎么弄，怎么样比较好看，这个形状嘛，我好像喜欢是这样子。好，自己旋转一下，看看你喜欢哪个方向。然后我接下来要画这边的阴影，我要让它更立体，这边会有一些阴影。我现在做的阴影都只是强化哈，你如果不喜欢可以不用加。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子。还不错吧？我们今天抽到的图样全部都有局部的运用上来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其实这一次就是主要跟大家介绍那个 Cartouche，哦，whatever，反正就是这一个框框的这种概念哦，就是当我们可以有一个图样作为主轴的时候，那我们在旁边加上框啊、刚好利用这一个图样来把它框住，这就是一种构图的一种想法哈、你可以多做尝试啊、没有绝对的答案。你看我们今天的图样也都是随机抽出来的，对吧？啊、画出来也是很美，而且蛮巧的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哦，很好看。我们画好的作品呢，都欢迎加入我们的放到缠绕魔法村哈、就是我们脸书的社团里面。那我在脸书的社团里面都有开相簿啊、就是共识会的作品，就你可以看到很多之前共识会大家的创作，通每一次共识会就开一个新的相簿，里面有很多的作品，就可以欣赏一下别人的创作。多看，然后仔细的看哈，把别人的作品放大的来看，看看人家画的技巧在哪里，为什么你觉得漂亮，觉得好看，然后就可以学到很多的技巧，很多的细节。OK，好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缠绕共识会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